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前几天呢，特斯拉在美国正式发表2021年款的 Model S Plaid 在外观上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将那个内部的一些零件还有像马达那些进行了全面的升级。那像我呢，我自己也有订一款2021年款的 Long Range Model X， 所以我也相当关心的这次 Model S 的一个表现。他们现在目前这两台主要的差别就是说，S 呢就是一般的门，那 X 是隐翼门。还有一个车身的高度部分等等。那在这边呢，也为大家解析一下，这是2021年款 Model S 有哪些变与不变。首先呢，我们先看到内装的部分最明显就是说它方向盘从传统的圆形变成现在有点像飞机型 Yoke 方向盘。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取消了传统的一个像方向盘拨杆雨刷啦，甚至连排挡杆全部都取消，而是将前进后退改由电脑 AI 去自动判断。方向灯喇叭语音雨刷全部都是用方向盘上面的一个感应按键来控制。如果你要换挡的时候，就要滑动中控萤幕上的一个最左边那个区域那边就可以去做一个档位的切换。方向盘还有后视镜是透过滚轮去做一个调整。如果说你这样按不习惯，大家不用担心在它中控的下面那边，就是那个无线充电盘那边它下方有一个隐藏式的硬体按钮，可以去做换挡的一个功能。那另外Yoke它的方向盘的指向目前看起来的话，它的指向性是不错的，就是说它不像传统是要转很多。我看现在网络上的开箱大概是1又1/2圈就能打到底，几乎是你转哪里就控到哪里。像我是转一辈子都转圆形转习惯了，所以现在就在想说，如果我要大型的回转的时候会不会不习惯？到时候我们可能要再试试看。另外呢，以目前的开箱体验影片来说它的造型虽然特殊，但是操控方面是相当舒适。但是呢，到台湾之后呢，是不是能通过台湾的法规，或者说这个Yoke的方向太奇怪呢？我是觉得可能也是个问题但我个人的认知是觉得说，台湾的法规应该没有去特别限制方向盘的形状，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才对。那另外呢，在中控萤幕部分呢，像我的 Model X。或以前的 Model S 呢，它是直立式的，那这次改成呢像 Model 3或 Model Y 一样的横式的排列，而且呢，它还搭载了现在市售车还没有的一个 V11版的 UI， 萤幕呢也加大到17寸。这次的新 UI 连马斯克自己都说比较接近像传统的智慧型手机或者平板的一个使用体验，就是说你每一个区块它都能够做移动位移，然后去调整习惯的一个使用的情境，而且还可以放大缩小来使用。这些新功能呢，预计也会在下个月所有车辆也会进行更新，而且呢，它可能也会采用最新的 FSD 的视觉系统。届时我们再看它系统改动有多大那我个人会比较注意的说，到时候台湾到底能不能显示红绿灯号？像美国那种市区导航，我是觉得还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如果有看到红绿灯的话，那起码是走出第一步了。那另外呢，2021年款的一个 Model S 跟 X 呢，都搭载了号称具备 PS5 等级的娱乐系统，因为它是搭载 AMD Ryzen 3平台的一个处理器，它的算力高达10T号称可以在车上玩每秒60帧的 Cyberpunk 2077。你在开车的时候，后座它同时可以看 YouTube、Netflix， 而且在车辆行进的时候，后座还是可以继续看，不会受到影响。而在动力部分呢，这次的 Model S 呢，它有分一般版，就 Long Range 版，还有一个 Plaid 版。这次 Plaid 版呢，它搭载了3颗全新开发的碳纤维转子筒永磁电机马达，最高转速呢每分钟高达2万转，它的马力呢高达1020匹那由0到60英里呢，大概只要1.99秒，0到100公里呢只是2.1秒，相当的快，大概是目前市售车最快的一个等级1/4英里的那个距离呢，它只要9.23秒就跑完了，而且它的风阻系数只有0.208，相当的变态，所以可以说这台车非常的疯狂根据实测呢 ，Plaid 它还可以长时间维持一个高马力的输出，不像以前的电动车就高速的状况下是维持不久的，马上就会衰减的一个现象，但是 Plaid 没有。那在续航部分呢，目前我知道就 Model S 呢，不管是一般 Long Range 版或者是说 Plaid 版，都还没有搭载最新的4680电池。但是那个以 Long Range 的双马达版本的话，它的一个表现是续航有652公里，那极速呢最高是250公里每小时，那马力呢是670匹，那0-100呢为3.2秒。那 Plaid 3马达版呢距离会比较短一点，续航大概是628公里，极速呢为322公里，马力呢是1020匹，0-100加速呢为2.1秒。
那我自己订的 Model X Long Range 版呢，只是续航580公里，那极速是250，零百是3.9秒。X 的 Play 的版呢，它的续航547公里，极速是262公里，零百呢是2.6秒，比那个 S 还慢一点。但老实说啊，因为像我开车的话，我几乎不超速，所以速度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你就算跑到飞上天啊，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那大家看我刚刚介绍完之后，如果说你觉得哇这台车真的太棒了，想要买的话，老实讲，你可能会等非常久。像我自己订的 Model S 啊，今年年初发表完的时候就马上订了哦。原本说第2季可能会到，那现在已经说第4季都不一定到得了了。Model S 可能会早一点到港啊。如果你是现在订的话，可能要等到2022年的第4季。老实讲，会让人家等到没耐性的。个人会建议啊，说如果你现在要买的话，可能考虑会比较好，因为你现在去订 Model Y 搞不好都会比你现在去订 Model X 或 Model S 还得快。我自己如果今年第4季等不到的话，我都可能先考虑不买了。毕竟因为电动车它变化的很快哈，你一个规格你拖1年半载都一直没有拿到手，其他车厂搞不好都已经出更好的车款出来了。而且老实说，我也不缺车开，更何况啊，我对右壳的一个方向盘啊。虽然说它造型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它实在太激进了，完全没有排档。我老实说，我觉得怕怕的，因为台湾的路况那么复杂，有的时候像三宝还那么多，有的时候开你可能需要回转，那还有你要路边停车啊等等。那你如果在那边搬啊，老实讲，我真的觉得不止血，我也不觉得 AI 能够排除这些所有的问题。如果到时候试车我开不习惯的话，可能也不会买，就3000块给他。虽然新款车是各种香啊，但是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还有一点就是说，有些车主就说，你如果说现在要订的话，因为 Model X 跟 X 啊，它们外形几乎都没有变，对老车主来讲，就那个吸引力可能也有限了。我们讲实话就是说，你都已经花大钱买新款了，结果长一模一样，那对车主的换车的吸引力可能会也有限了。这个造型毕竟已经好几年没变了。而且原本号称1000公里的 Plaid Plus 也被取消，那讲了好几年的一个 Roadster 2也没有下文。老实说啊，真的是蛮可惜的。那更可怕的是呢 ，Model S 第一批也才25辆。马斯克虽然说产能马上就会拉上了，便宜啊，我的 Model X 可能还有的等呢。那到底最后怎么样呢？我们今年第4季看看。如果到时候我领到车，再为大家做第一手开箱。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段评论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